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每个人都不愿意患上癌症，痛苦地离开这个世界，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在年轻的时候就被癌症夺走了生命。这个事实真是令人心痛啊！在患病的人群中，结肠癌、胃癌和肺癌是最常见的癌症类型。肺癌很明显是吸烟的影响，而结肠癌和胃癌则与我们的饮食有关。食品中含有的化学物质可能导致结肠和胃部细胞发生癌变，这让人心惊胆战。许多食品添加剂已经被证明与结肠癌和胃癌的发生密切相关。如今，虽然便利店和超市里出售的加工食品通常是由许多看似安全的原料制成，但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这些原料的安全性仅仅是通过对动物进行测试得出的，而我们并不能确定它们对人类是否真的安全。面对这一现实，我们倍感担忧。为了更好地了解食品的安全性，今天我将向大家介绍一本书，它能告诉你食用添加物的风险，并指导你选择安全的食品。这本书就是《危险的添加物》。如果不想得癌症，就不要吃这些。请务必观看今天的视频，希望它能改变你的饮食习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包含以下3点：1、食品添加剂的危害；2、人工甜味剂的危害；3、牙膏中也含有食品添加剂。我会向你揭示这其中的秘密，看看隐藏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真相。首先是第1章：食品添加剂的危害。在超市和便利店里陈列的食品中，添加了大量的食品添加剂已经司空见惯。在包装上列出的原材料中，有很多你可能根本不懂的外来词汇，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在这些食品添加剂中，有些已经被证实是安全的，但由于使用历史较短，其安全性仍然存在争议。比如，用于加工火腿、香肠等肉制品的食品添加剂，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外部组织机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IARC 已经宣布，加工肉制品会增加患大肠癌的风险。这些食品中含有一种叫做亚硝酸钠的着色剂，这个亚硝酸钠会转化成一种强致癌物质。为什么会使用这种致癌的食品添加剂呢？因为火腿、香肠和培根等食品容易变黑，影响美观。这些食品的原料主要是猪肉，而猪肉中含有一种叫做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的红色素，这些素材参与反应后会导致食品变黑，所以亚硝酸钠被使用了起来。亚硝酸钠反应性很高，会与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结合形成亚硝化肌红蛋白和亚硝化血红蛋白，这些物质呈现出鲜艳的玫瑰粉色，即使时间过了很久，它们的颜色也不会改变，可以保持火腿、香肠和培根的美观。然而，由于亚硝酸钠的反应性很高，它会与肌红蛋白和血红蛋白之外的物质反应，产生其他危险的物质。氨基酸是一种含有氮的物质，存在于植物和动物体内，特别是在肉类、鱼类和蛋类中含量较高。猪肉中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这些氨基酸和亚硝酸钠发生反应，结果产生了亚硝胺类物质。这种亚硝胺类物质具有强烈的致癌性。亚硝胺类物质在酸性环境下更容易形成，因此，如果胃里同时含有亚硝酸钠和氨基酸，在胃酸的作用下会生成致癌性极强的亚硝胺类物质，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所以，最好避免购买加工肉制品，如肉饼、鸡肉、鸭肉等原料名中标注有发色剂硝酸钠的产品。此外，据说亚硝酸钠不仅是胃癌的原因，还可能导致大肠癌。大肠可以分为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S 型结肠和直肠等部分，而 S 型结肠和直肠是肿瘤高发区，这些地方是消化后食物及粪便积累的地方。如果含有亚硝胺类等致癌物质的粪便在这些地方积累，就会对粘液细胞产生影响，导致基因突变，最终形成癌细胞。为了预防胃癌和大肠癌，我们应该避免引发癌症的添加物。除了这种方法之外，还有其他积极预防大肠癌的方法。其中一种方法是减少肠道中有害菌，增加益生菌，保持肠道环境良好。引发大肠癌的亚硝胺类等物质
以及促进其生成的苯酚和吲哚等物质，会因生活在肠道中的有害菌而增加。增加益生菌可以减少有害菌的数量，从而减少这些有害物质的生成，防止癌症发生。其中一种主要成分为乳酸菌的整肠药物，旨在通过向大肠大量输送乳酸菌，抑制有害菌的生长，改善肠道环境，从而改善腹泻和便秘。如果想通过摄入乳酸菌来改善肠道环境，不必专门服用整肠药物，更好的方法是食用纯酸奶。纯酸奶是用乳酸菌发酵的牛奶制成的，食用后可以大量摄入乳酸菌。通过持续食用纯酸奶，增加益生菌的数量，减少有害菌的数量，就可以改善肠道环境，减少癌症发生的风险。充分摄取食物纤维也是一种积极预防大肠癌的方法。为什么呢？因为食物纤维可以吸收诸如亚硝胺类等有害物质，并将它们排出体外，防止黏膜细胞癌变。所谓食物纤维，指的是植物中含有的果胶、纤维素、半纤维素、海藻多糖类等，这些是碳水化合物在胃和肠中不被消化直接排泄的物质。食物纤维富含于小麦麸皮、谷物外皮、胚芽、蔬菜、水果、豆类及海藻等。食物纤维具有吸收排泄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作用。在对小白鼠喂养含有10%食物纤维食物的试验后，发现其中所含的防毒剂二恶英的量明显增加，而肝脏中蓄积的二恶英的量明显减少。食物纤维具有吸收排泄有害化学物质的功能，可以清洁肠道，防止细胞癌变。因此，即使大肠中存在着亚硝胺类、苯酚和吲哚等有害物质，通过充分摄取食物纤维，就可以将它们排出体外，防止细胞癌变的发生。避免摄入食品添加剂是最重要的一步，但如果这很困难，那么希望更积极的预防癌症的人，可以尝试通过摄入酸奶或增加食物纤维来调整肠道环境。接下来第2章我将解释人工甜味剂的危害。与食品添加剂相比，更令人担忧的是使用安全性存疑的人工甜味剂，像零糖分、零卡路里的饮料和甜酒等产品层出不穷。人们可能会觉得零糖就应该对身体有益，因此不自觉地购买这些产品。但实际上，这些产品大多以人工甜味剂代替了糖。人工甜味剂都是新近合成的化学物质，从开始使用才经过短短20多年，我们对其安全性了解甚少，不确定性很高。换句话说，我们的身体正处于被试验的状态。事实上，波士顿大学的研究团队发现，每天喝含有人工甜味剂的饮料的人患中风或认知症的比率约为不喝的人的3倍。常用的人工甜味剂阿斯巴甜也被怀疑具有致癌性。阿斯巴甜的甜度是蔗糖的180到220倍。1965年，美国斯尔公司开发了阿斯巴甜，而在日本，味之素公司早已开始生产用于出口。阿斯巴甜在美国获得批准使用是在1981年。然而，据说随后从食用阿斯巴甜的人中接连传来头痛、头晕、失眠、视力模糊、味觉障碍等不良反应的投诉，以致阿斯巴甜在体内分解成甲醇。甲醇是一种剧毒物质，误食大量甚至可能导致失明和死亡。据推测，这些副作用可能是由于体内甲醇分解引起的。在日本，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力，阿斯巴甜在1983年被批准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这使得美国公司可以向日本出口含有阿斯巴甜的产品。然而，至今阿斯巴甜的安全性争议仍然存在。华盛顿大学的乔·奥尔尼博士警告说，20多年前对阿斯巴甜进行的动物实验所观察到的类型的肿瘤在美国人中急剧增加。2005年在意大利进行的动物实验发现，阿斯巴甜会导致白血病和淋巴瘤的发生。阿斯巴甜的标签上总是附带着含苯丙氨酸化合物的字样，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对患有苯丙酮尿症的儿童摄入会导致损害，因此出于警示作用，这个词总是与阿斯巴甜一起出现。此外，还有其他常用的人工甜味剂，如安赛蜜和糖精。安赛蜜约有糖的200倍的甜度，是一种人工合成物质，直到2000年才被批准用作食品添加剂，至今仍有许多未知。
一项对小狗进行的实验发现，长期摄入安赛蜜可能导致免疫力下降、肝脏损伤等，给肝脏造成伤害，或许会降低免疫力。在给妊娠的小老鼠投食安赛蜜的实验中，结果显示出了胎儿的发育异常，妊娠期间的女性最好避免摄入。接下来是另一种甜味剂，那就是糖精。据说它的甜度是糖的约600倍。在日本，糖精于1999年被批准用作食品添加剂，因此与安赛蜜一样，糖精也只被使用了大约20多年。在对小白鼠进行了为期4周的5%糖精饲料实验后，观察到了幼小和胸腺淋巴组织的萎缩，这意味着淋巴细胞减少，免疫力可能会降低。动物实验表明，糖精可以渗透到大脑中。然而，这些关于糖精和安赛蜜的数据被忽视了。卫生劳动省批准了它们的使用，在美国等其他国家，糖精和安赛蜜的使用已经被允许。他们想尽快批准它们，以避免在贸易中成为非关税壁垒。就像前面提到的食品添加剂一样，最好不要摄入这些人工甜味剂。过多摄入糖可能会引发问题，因此不可避免的会寻找零卡路里、零糖的选择。就像糖有缺点一样，人工甜味剂也有缺点。我希望你能在这里牢记这一点。在接下来的第3章中，我们将探讨牙膏中的食品添加剂，以便了解除了食品之外，还有哪些地方在使用食品添加剂。食物安全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有时我们却忽略了日常用品中的添加物，比如牙膏和漱口水等。所以，让我们养成查看成分表的习惯吧。大家是否知道糖精钠这种人工甜味剂呢？去吃寿司时，通常会在桌子上看到一小碟切成薄片并腌制成甜味的姜片。在一些传统寿司店里，寿司师傅会亲手制作姜片，但在旋转寿司店里，通常会采购商业用的糖腌姜，这是因为它不容易腐烂。商业用的糖腌姜通常含有一种叫做糖精钠的人工甜味剂，与糖不同，它不会腐烂，因为它是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甚至连霉菌都无法利用它作为营养来源，所以它不会腐败。因此，对于使用者来说，这非常方便。在众多食品添加剂中，糖精钠因其安全性而备受争议。糖精钠在混乱的战后时期，1948年被批准使用。当时食物短缺，许多人都渴望甜味，因此糖精钠成为了第一个被批准使用的人工甜味剂。然而，到了1970年代，从美国传来了对糖精钠安全性的质疑。据称，在给小白鼠喂食了含有5%糖精钠的饲料2年后，观察到了子宫癌和膀胱癌的发生。因此，卫生省在1973年4月采取了禁止使用糖精钠的措施。然而，随后发现，在用于实验的糖精钠中含有杂质，有可能是导致癌症的原因。因此，在同年12月，禁令被解除，糖精钠又重新得以使用。从那时起，它一直在使用，至今仍然被广泛使用。对于这些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存在着诸多疑问。有实验结果表明，糖精钠可能具有致癌性，同时也有实验结果表明它并不具有致癌性。在这样的情况下，糖精钠仍然在继续使用。糖精钠的化学结构是由苯和二氧化硫、氮、氧以及钠结合而成的。从化学结构上看，对其致癌性的疑虑难以消除。苯的结构与基因碱基相似，因此可能影响骨髓细胞的基因，并导致白血病的发生。糖精钠作为苯的基本化学结构，很可能会引起基因突变。这样的食品添加剂目前在食品中的使用并不多，但它仍然被广泛用于许多口腔护理产品中，如牙膏。使用含有糖精钠的牙膏刷牙后用水漱口，虽然牙膏不会直接进入胃中，但糖精钠等成分可能残留在口腔黏膜上，并逐渐进入胃部。残留的糖精钠可能会对口腔黏膜产生影响。频繁使用含有糖精钠的牙膏，每天都会让糖精钠接触到口腔黏膜。虽然每天接触到的糖精钠量可能微乎其微，但对于致癌物质来说，并没有安全的阈值。即使是微量的糖精钠每天接触到口腔黏膜，也可能增加癌症发生的风险。最明智的做法是停止使用含有糖精钠的牙膏，
其实，在刷牙时，牙膏并不是必需品。现在患有牙周病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因为人们使用了牙膏。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牙石是导致牙周病的元凶，难以清除。牙石是由食物残渣和最近的新陈代谢产物组成的，它们特别容易附着在牙齿和牙龈之间，其中的细菌作为食物来源，导致了牙周病和蛀牙的发生。清除牙石的能力是牙刷最重要的作用之一。然而，使用牙膏刷牙会使这变得困难，因为牙膏中含有合成表面活性剂、防腐剂和防氧化剂等成分，这些成分会对牙龈造成强烈刺激，使长时间刷牙变得困难。心理上也会产生不要吞下牙膏的想法，因此刷牙时间不可避免的会变短。这样一来，牙石很可能没有被充分清除就残留在牙齿上。因此，如果想要预防牙周病，建议不使用牙膏，而只用牙刷充分长时间刷洗，努力将牙石清除，这样是可以预防牙周病的。此外，糖精钠也常常被添加到口腔漱口水中，也被添加到一些国内的食品中。糖精钠是为了增甜方便口中含化而使用的，而且与糖不同，糖精钠不会腐烂，它是一种易于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但是由于人们往往不自觉地摄入，因此要格外注意。总之，在牙膏和口腔保健产品中添加糖精钠，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